气里灰尘，不要实现。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。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。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挂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，中过无聊世界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大姨，大姨啊，出去吃饭了。雅喜，你很坏，你真的很坏呀！你在气我，叫你儿子来接你回去啊？要不然他怎么会来到这里的？不错，是我叫他来接你回去的。那是因为我听得出，他们真的很希望你能早点回去把病治好啊。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好听哦，是你不愿意我留在这里才是真的。我知道你嫌我啰里啰嗦了，嫌我帮不上忙了，嫌我爱喝酒了，又嫌我爱抽烟了，嫌我睡觉打鼾了，嫌我碍手碍脚了。大姨，大哥是谁的孩子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大哥嘉龙啊，是谁的孩子？当然是我妹妹的儿子了。那他爸爸是谁？哎呦，你问这句话不是很奇怪吗？你回答我就是了。是我妹夫，你叫翁的咯。你知道吗？你喝醉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说的。我说什么？你说大哥啊不是爸的亲生儿子，还说大哥有2个爸爸。我有这样说吗？不可能哦，不可能。不止我听见了，连大哥、大姐、二姐他们都听到了。那他们还好，他们当你是在说醉话。我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大哥身世的秘密，你知道的对吗？妈在世的时候，只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一个人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。妈已经不在了，原本我希望这个秘密可以随着她的去世而永远的消失啊。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都是收了店才吃晚餐的。姨丈，你别客气了，你忘记了，我家沙爸也是开餐厅的啊，一样习惯这么迟才吃晚餐的。你们生意好不好啊？我听大姨讲哦，你们的生意本来很差的嘞，后来他又是搞什么卡拉 OK， 又自己亲自下厨，生意才会好起来的嘞。哇，好像没有他不行这样啊。哇，你妈的到底有没有吹牛的？你胡说些什么？我妈现在在生我们的气，本来以为亲自来接她，她会跟我回去的。我看了，现在难了。机场有糖果买吗？我想买一些糖果回去骗骗我2个孙子。放心吧，机场什么东西都有的。大姨，你要回去啦？我不回去，难道你们要养我一辈子吗？哎呀，大姨，你是妈的姐姐吗？养你一辈子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大姨家里有孙有儿，难道你不想他们一家团聚吗？
就算你们要养我一辈子，我也不敢啦。这一次来呀，给你们的麻烦还不够多啊，再留下来哦，你们不跟我翻脸才怪啊！我看到时候啊，连亲戚啊都没有得做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讲到这样啦，好像我们很嫌弃你这样。不是啦，是我自己不好意思，我自己要走的啦。大姐，何必那么急呢？再多住几天也不迟的。是啊，你说走就走，好像我们赶你走似的。雅喜，你是不是跟大姨说了些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雅喜没有赶我走，是我自己想回去。记得明天一早打电话订机位啊。知道了，妈，只要你肯回去，什么都行啊。我这个人呐，就是这样了，想留就留，想走就走喽。只可惜啊，这一次来，我有一个心愿没有了。你有什么心愿没了？哎，告诉我们啦，我们来帮你了喽。你们呐，都帮不了我的。阿娟啊，我们姐妹一场，我以为啊，这一次自己的命啊保不了，所以想在走之前呢，来看看你哦。没有想到你却先走一步哦。我这一次回去哦，我看啊，再也不能来给你上香了。这样也好了，这里见不着啊，我们下面见哦。到时候我们好好聚一聚了。阿娟，你记得妈说的话吗？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吵架，妈气起来就骂我们说，你们是来做姐妹的啦，不是来做仇人呐。天打雷劈啊，都跑不掉的姐妹呀！阿娟，我们都没有听妈的话，40年了，我们40年没来往，没讲话。我以为啊，我已经把你忘记了，可是等到我要死的这一天呐，我才想到我真的很想你哎，阿娟。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跟你说这一句话。如果我早一点肯说出来啊，你早就原谅我了。可是我也在等你先向我低头哎。我们两个这个个性哦，都太倔了，这又何苦嘞？阿姐这一次来哦，就是要跟你说这一句话的。阿娟，姐对不起你了，阿姐对不起你了，对不起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大姨到底对不起妈的什么？大哥，上一代的事你还是不要理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哦，要讲 sorry 就赶快讲 sorry 呀，不要像大姨这样。等了40年，想讲 sorry 都没机会呀！哎，谢谢你请我吃饭啊！我请你吃晚餐是因为要跟你道歉。道歉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照片，杂志编辑决定不登了。没有关系啦，我早就预料到了嘛。也许我不够上进哦，所以我们看不上耶。哎。可是我是觉得你的摄影技术哦，真的很棒。杂志编辑说，除非你肯帮他拍张封面照。什么啊？封面照呢，就是登在杂志封面的照片。开玩笑啊！你这句话也是我第一个反应。可是他们说，他们下一期的主题是绝对新鲜，所以他们用的封面人物也要绝对新鲜的脸孔。很不幸的，你被选中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不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，往往会有很多事情令人出乎意料。我好像在做梦一样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出现在杂志上，更何况是封面呢？封面哎！所以说，人一定要敢于梦想，而且要努力的让美梦成真。喂，阿聪，
哎，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介绍位美女给你认识，Shirley，阿聪。Hello。你好。你不是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要当歌星吗？那有什么难的？连 William Hung 都能当歌星了。这位老兄啊，就是当不成歌手，所以才在这里当音乐制作人啊。他现在最讨厌的人是 William Hung 啊。可是William Hung带给很多人梦想啊。不是梦想，是噩梦。哎，进去了。啊？去唱歌。你不要吓我啊！不用怕，你只要尽情的唱歌就行了，就好像那天在海边对着星空唱歌一样。放轻松点。他会笑我的。他？他唱歌比你烂100倍。我比 William Hung 好1000倍啊 ！OK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耶耶耶！你总是记得我爱穿球鞋，你总是记得我爱吃泡面，你总是记得约会的地点，你总是记得公车我爱坐左边，我总是忘记你不喜欢看恐怖片，我总是忘记你不喜欢咖啡太甜，我总是忘记相约的时间，我总是忘记公车你也爱坐左边，亲爱的我真的不是欺骗，爱你的心相信日月可见，虽然我总是不够体贴，可无论快乐悲伤我总是第一时间与你体验，亲爱的请原谅我的随便，总是不经意问你的耳边，我知道我该浪漫一点，只希望你会发现我心深处对你满满的爱恋。佳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佳倩，啊？可以走了吗？累死了。你店关好了吗？关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你换个环境还是睡不好？不是啦，你的家比店舒服多了。这2晚我都睡得很熟。可是我看你好像精神不太好了。可能是太迟睡吧。你昨晚几点回来？3点。那难怪了。怎么啦？我朋友从吉隆坡下来，这里关店都10点多了，出去聊一聊，喝2杯，一转眼都是半夜了。怎么啦？哦，那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。我没有锁匙。我不是打了一把锁匙给你吗？忘了带。哦，那你拿我的去吧。没关系啦，一起走啊。怎么了？脚痛啊？我这2天可能是站太久了，我觉得很不舒服啊。那搭德士喽？不要啊，坐一趟德士就要10多块啊。哎呀，我给了，来，我背你到街口。哎，不要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哎，来了。喂，哎，我是不是很重啊？你快点放我下来啊！不是重，是轻。哎，你怎么那么轻啊？像贝利气球一样。你待会就不会觉得我像气球了。每一个夜里，我必定望着闪闪的星空，我在星星的闪烁中，看见你温柔的微笑。
每一个白天，我必定望着蔚蓝的天空，我在阳光的照耀中，看见你关怀的眼神。每一个阴天，我必定寻找雨后的彩虹，我张开双手，看着你从彩虹中向我走来。哼，真的是超级肉麻，没想到我那哥哥那么老土。文杰，文杰，佳倩，佳倩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我一生一世都要跟你在一起。雅西啊，你快来看，爱周刊正在介绍我们的快乐鱼了。是吗？重点呢还是介绍我们的罗泰烤鱼嘞。还有你跟王碧的照片，这里还写呢，你是漂亮的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女老板，说不定等一下会有很多人来看你嘞。不会那么夸张吧？我倒是担心啊，会有很多人点罗泰烤鱼。我今天准备的不多。哦。哎呀，一本小小杂志能有多大的作用？我看登不登啊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威廉嘛，你帮我准备汤，我打电话到鱼行去看有没有鱼。哦。大姐啊，回去治好病之后，随时可以过来住几天的哈。好，好。大姨啊，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啊。佳熙啊，你要有个做大姐的样子啊，不要再跟弟弟妹妹吵架了。大姨啊，你回去后呢，有时间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吧。好，雅西啊，这些日子啊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快乐鱼啊，少了你不行。开金啊，你真的是很有福气哦，有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哦。是啊，是啊。雅西啊，你真的是难为你喽。我妹妹的孩子啊，我看来看去啊，好像都没有出息哦。好了啊，妈。跟你一样啊，没有出息。大姨啊，你是不是又喝酒啦？我没有喝酒，你放心，我没有说醉话。那就好啦。我现在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。我和我的妹妹啊，性格很像。我相信啊，我妹妹在世的话，她也会这么说的。雅西啊，如果你真的做不下去啊，就不用勉强自己。你还年轻，要多为自己着想。做人呐，尽力了就好，知道吗？大姨保重。嗯。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去机场了。我送你们去吧。哦，不用，你们还要开店。没关系的，这里有我在，外面得势很难叫，就让雅喜送你们去吧。哎，是啊，飞机不等人呢，走吧，走吧，来。哎，开金啊，清明节扫墓，记得帮我给阿娟上炷香。会的，会的啊。这么多日子啊，打扰你们不少，以后啊，我不会再来了。哎，怎么会有麻烦呢？我要真的感谢你才是。感谢我什么？让我知道真相。感谢你啊，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快乐、开心的日子啊。Father 什么时候变成那么会说话？明明是很多麻烦的日子，现在变成开心的日子。大姨，你慢走啊。好了，走了。一路顺风啊！一路顺风啊！拜拜。哦。雅喜一定是送了他什么东西，所以啊，他才这么拍雅喜的马屁。什么没有他不行，简直是开玩笑啊！我觉得大姨所说的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。那你说，这间店是没有我不行，还是没有雅喜不行啊？这间店哦，没有你，没有雅喜都不行。没出息的东西，一天到晚就在看麻将。
真觉得奇怪了，我们全家没有一个好赌，怎么出一个这么烂赌的烂赌鬼？这原来是……老板，你跟我说话，我跟你说话没？哎，OK，我越看越怕嘞，因为所有的报纸跟马竞都讲黑红武士是大热门呐。那我问你，我们到底吃了多少？起码250千。哇，如果跑出来的我们真的是要拿命去赔嘞。都说有内幕消息咯，三毛那边吃得更凶啊。OK 了，不要吃了，stop OK。哇，如果你的内幕消息不准我看给人打死都有份啊。OK 啊。哇，黑红武士真的不知道是黑还是红嘞。小心！走开啦！哇，这么你脚软呐？都叫你不要去给让了。哇！哎呦，我也是关心你嘛，你这么打我打你有什么呀？我白养了你几10年，打你还不行？哎，你怎么吃错药啊？你干嘛来惹爸生气啊？要么我只是跟他开玩笑嘛，他要追着我打，还讲什么白养了几10年呢？真的是想到就讲啊他。哎，我也是觉得最近老爸有点怪怪的。你看。真的很笨，当年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？一个不足月生的孩子，怎么会长得白白胖胖的？还白白的帮人家养儿子，还好发现得早，要不然，说不定这间店都要送给他。阿坚真的对得起我啊！哎，你说法斗会不会像阿公这样患了老人痴呆啊？可能啊。哎，老人痴呆症是没有得医的，连里根那么聪明的人后来都得痴呆症了。连里根是谁？不是连里根，是里根，美国总统。啊，美国总统都痴呆啊！哇，这样法斗迟早了。哎，里根啊是在不当总统的时候痴呆，所以影响不大。可是老爸什么都抓紧紧，如果突然痴呆的话，那就惨了，到时候大家还不抢到头破血流。切，我才不会跟你们争呢。你现在当然这样讲啦，等你看到别人争的时候，你想啊，我不争不是便宜了别人吗？到时候看你争还是不争啊？对呀，所以凡是有免费东西派的时候一定大排长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为了占便宜嘛。就是咯。昨天对面街面包店开张啊，只是免费送2个叉烧包而已，那条长龙就排了500米那么长啊！哇，这样怕输啊？哎，不过你也说的对嘞，你看不拿白不拿，不争白不争啊！现在最值钱的就是这间店，这里地点好，又是永久地契，起码值个100多万，即使租给别人啊，每个月可以收回2、3万租金。我要先下手为强，免得便宜了雅喜。那如果我们争来争去哇，不是很像你家翁死的时候，那些儿子媳妇来抢黄金价，哎，那个时候你最反对，骂得最凶是你嘞。哎呀，那怎么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总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有顾客上门了还不出来招呼？可是还没到开店的时间啊。他们已经在门外等了，所以我提早开门给他们进来，快点。哎呀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多顾客在等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他们看了《爱周刊》。请问要点什么？就是有楼台烤鱼。是啊，请问几份啊？要2份，2份15块钱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我要1份罗太烤鱼套餐，另加1份打包。请问要吃什么啊？3份罗太烤鱼。啊，3份啊？还要1杯咖啡。OK。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请问什么？2份罗太烤鱼。他们order的都是罗太烤鱼嘞。我没想到雅喜把妈都捧红了。哇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快乐鱼发展到国外去，让所有外国人都认识我们哦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法德，你也叫雅喜弄个什么开金烧鱼，也让你跟马乐一样红吗？要。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快点啦，顾客在等啊！我都不会。我呢？你呢？我也不会啊。老爸，哎呀，不用问都知道你不会啦。
那谁会？罗太烤鱼只有雅喜跟美丽会做，现在美丽又失踪了，只剩下雅喜会做喽。那你快打电话叫他赶快回来呀！真是的，学会了就收住，以为是武林秘籍咩？还怕别人会偷学？哇，这么早就这么多人啊！我们也不能输啊！喂，哎，Hold on 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是请你来做工的，还是请你来讲电话的？哎，It's a stupid old woman again. Talk to you later. 什么 stupid old woman？ 谁是 stupid old woman 啊？你承认是你吗？你给我站住啊！什么事？我叫你妈地，妈到哪里去了？不是妈了咯？妈了！你看，这里多脏啊！还有，你看那桌子底下有多脏啊！妈，连死人头！哦，哎呦，死啊！你敢打我？哎呀！喂，是你打我还是我打你呀？看我不把你敲到叫抖了！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把你鼻子打歪呀？你给我滚！你马上给我滚啊！文雄啊，文雄，你干嘛气到咕咕呱呱叫的啊？那个神经婆以为我好欺负的，骂我还不够，还动手打我。我用手打了他，他就说我打他，还赶我走，神经病！文雄，你怎么会抽烟的啊？烦呐！我一个大男人要受那个八婆的气啊！你明知道姑姑就是这样子，你就让他啊？让他？你叫他让我了？算了，反正他都叫我滚蛋了。那不是我不要做的，反正我留在这里，整天不是抹地就是削马铃薯，这是浪费我青春。我可以教你炸鱼，或是教你调配方的啊。我都被炒鱿鱼了，你现在告诉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去跟姑姑说啊。文雄啊，不要抽烟了，抽烟对身体不好的。你干嘛要帮他求情啊？他在这里又帮不了你的忙，只会在这里白吃白喝白拿薪水。像他这样的人还怕请不到？要多少个有多少个。姑姑，如果你坚持要文雄走的话，那我也不做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不是，我是认真的。佳倩啊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啊！你明知道这间店没有你是不行的，你是怎么啦？为了他这……喂，你别告诉我你跟他在一起啊！姑姑，你就给文雄一次机会好吗？哎呀，佳倩呐，你别笨了。虽然他长得跟文杰一模一样，可是他不是文杰，你别把他当成文杰。姑姑，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啊！你都说到这样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啊？你最好叫他醒醒啊！他现在要我留下来，我还不要呢。1个月1000块，吃不饱饿不死，这种工作哪里好做？现在找工作不容易啊，1000块虽然不多，可是你省着用，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啊。你要我像你一样过日子啊，倒不如跳楼算了。我这样有什么不好的？平平淡淡，谁也不亏欠。我不是你，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你这一套的。算了，反正我流浪惯了，到哪里都可以过日子的。你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又没有说我不要回来。文雄，你不要这个样子了。我知道你做工做得很累，不如我去跟姑姑说，放你2天假，那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啦。啊，算了，老是要你替我说话。我不替你说话，我替谁说话？我看算了，反正我现在口袋空空，想要休息也没有心情了。那你可以在家里好好看些书啊。拜托，不要把我当成那死去的老哥，我对他那些书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不是告诉我你常常看你哥的那些书吗？哎呀，都说看完了，就是因为看的太多，搞到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啊。
那我等一下去提款机贴钱给你啊。鱼来了，鱼来了，雅喜，鱼来了。来了正好，我只剩下最后一片鱼了。雅喜啊，还是你有先见之明，赶快打电话给鱼行，叫他们送鱼过来。你不要在那拍马屁了，要偷学人家怎么做烤鱼。不用偷学的啊，谁要学雅喜都会教的嘛。是没？没有看他手遮遮掩掩的，根本就不想人家看他怎么做嘛。不会吧？雅喜啊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做罗太烤鱼啊？当然可以呀，多一个人学也好啊，以后我不在也不会手忙脚乱。等待会客人少一点，我才教你啊。谢谢。是吧？都说了，雅喜是个好人来的。好，你不要那么天真了。你怎么知道他自己没有留一手啊？不会的。喂，杰西，我跟他找你嘞。谁呀？喂，他谁？哇，你这么，哇，你涂到这样美这么，要接客咩？要死啊！这样讲我。哇，很紧张哎，他。哎，那个是不是想追嘉喜的大老板啊？谢谢。我去给你准备一份烤鱼。不用啦，我只是趁着午餐时间来看看你。你这里生意不错啊，有没有想过开分店什么的？店是我老爸的，他是个保守的人，只会守着这间小店。第一代的生意人就是这样，太过谨慎小心了。要发展企业的话，就要靠你们这一代。如果你有意识要发展你家族的事业，我一定全力支持。那当然好啦。可是现在这间店呢，除了我老爸，还有我弟父看着，他也是一个不敢冒险的人。我一个人呢，很难说服他们的。一个企业有这样的人，肯定会阻碍企业的发展。他们可能很能干，可是绝对不可以成为一个大企业家。对对，我的弟父啊，就是这样的人了。这种人就只好牺牲了。你坦白告诉我，你想不想把快乐鱼企业化？当然想啦。那就交给我办吧。小葫芦，龙哥。哇，今天为什么这样好，请我吃饭啊？今天我拿了替身费。哇，你这是血汗钱来的嘞，怎么可以乱花？哎，这一餐由我请哦。小葫芦，你要吃什么？尽管叫哦。龙哥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走了。什么？对了，我姐请你吃饭，婆婆妈妈不像个汉子。你又胡说八道，自己张嘴。哦。哎呀，不要打了啦，他说的没错吗？男子汉是不应该婆婆妈妈的哦。就是喽。那龙哥啊，小孩子啊不能不教的，不能宠坏的啊。现在不教啊，就变成小流氓；长大就变成大坏蛋啊，招摇撞骗，欺负弱小啊，无恶不作。听到没有？你姐说的很对嘞，这些你都要听进去，以后要做个好孩子，知道吗？啊？晓得。老贾，龙哥啊，你点喽，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。你请哦。好，就来个炒河粉。哎，小葫芦喜欢吃蛋吗？就来个芙蓉蛋。哎，不过今天吃蛋，你考试不要跟我吃鸡蛋啊。OK， 再加个青菜。啊，你再点点鱼啊肉啊，你可以吃的啊。哎呀，够了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好。龙哥啊，你以前请我们吃的时候都是大鱼大肉的。对喽，我姐请你吃饭，你都点那些鸡蛋啊、青菜啊，那些便宜的东西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姐？我姐现在可是大明星哎。狗嘴吐不出象牙。你不是要去当明星的吗？你是大明星，我是小明星。再说。不敢说，不敢说。哎，什么大明星、小明星？没有啦，一个演员跳槽了，临时找不到，就叫我替喽，饰演方世玉的妈妈。我演小方世玉会要打功夫的。喂，我也会打武功嘞。这么说，我不是可以演方世玉的死对头白眉道人哦？就是说我能跟你打架了。方世玉，今天我白眉道人不会放过你的，看招！看招！哎呀，哈哈！
放水！我今天哦，一定要打到你叫多龙嘞！又不是走了。哎，对哦，放水都不会讲马来话。我今天就打到你叫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哈哈！你今天死不死？搞我的耳朵！哎呀，喂，你说，小虎，如果跟你们玩了，你道歉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假装的啦，你不要整天打他嘛，来，回去坐。你要动不动就打他，一点都不像他姐姐，人家看到还以为你是他妈嘞。对呀，她就是我妈，我在戏里叫她娘。啊，真的？哇，明明是姐姐，你要叫她妈妈？哇，你怎么叫得出口？很能叫的嘞。龙哥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哦，你给钱我做么啊？我不能让你白给那些讨债人的钱呢。哇，你神经病啊！那些钱是我心甘情愿给他们的吗？你不用还我的，那你再拿回去。那如果你坚持要给我，朋友都没得做啊。龙哥，我们非亲非故，我不能让你。OK。你去哪里啊？走了。你还没有吃饭呢。你都不把我当朋友，我还吃你的饭，怎么？龙哥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那我收回就好了。这样才对嘛。你把这钱寄回家啦，这样拨钱换人民币很好用的嘞。我还不知道你家乡有什么人呢。还有妈妈，不过身体不是很好，已经60岁了，带我看医生。哇，你妈妈60岁，那小葫芦几岁？哇，叫你妈妈不是50多岁生她？哇，你妈妈厉害嘞！我到现在还没见过我妈。啊？为什么？她从小这样在亲戚家。他为什么还不来啊？关键时刻到啊！黑红武士最好去撞墙哦。那保比啊！黑红武士追马！哇，黑红武士真的追马嘞！哇，黑啊！哇，谁说我没有美丽我会死？没有他我会倒霉，我还不是一样黑。哼！哎，不如我们加菜，多一条蒸鱼、胡椒螃蟹，还有奶油虾。哎，鲍鱼要不要啊？姐，你惨了，你可就破产了。哎呀，小葫芦，这一餐我请了哦。不用啊，我说好我请的吗？哎，你怕没机会没？那等到以后你像范文芳这样红哦，我要你请贵贵的哈。要不是你叫停啊，我们起码可以收到50-60千。我也是给那些马经还有报纸吓到的嘛。哎，这次可以赢200多千哦，已经不错了嘞。哎，那钱收的怎么样？收了50多千，等明天收齐了，跟你送过去了。哎，现在还有一个楼班要不要上？什么楼班？今天晚上 Euro Cup 第1场，葡萄牙对希腊，小高到处在买希腊赢，要下100千呢。问我们敢不敢吃我？哇，他真的笑啊！希腊这样烂，怎么跟葡萄牙打？就是咯，葡萄牙还是主办国呢，这100千呐，简直是送进我们的口袋。要不要吃？吃！既然人家塞钱进我们的口袋，不吃不是笨。OK， 来。喂，小哥，我老大说吃我100千，你买希腊赢。哎，龙哥嘞，你以为是谁？干嘛？小高问我们有没有钱赔我啊？来，让我跟他讲。哎，小高，你当我阿龙是谁？哎，我跑江湖这样多年哦，最讲信用2个字的嘞。我敢吃，我就保证赔得起。那你是不是 confirm 哦？你买希腊赢先 ？OK 咯，不要说我占你便宜咯，我放你1厘半啦，怎么样？啊？哈哈，不要 OK 咯，那你准备好100千等我来收哦，到时候不要跑路。OK 啊 ，set。哇，放他1厘半哦，他都不吃嘞，他真的是神经到出面呐！什么时候的飞机？我听妈咪说是明天下午的。
不行，绝对不可以让你妈妈跟他去英国的。有什么办法？有什么办法？文文，你这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是啊，文文，你赶快想出一个方法吧。Daddy 啊，我很多方法都用上了，软的不行，硬的更不行，还差点被妈咪赶走啊！我真的是举手投降了。哎，你不能够投降，你一投降，你妈咪就完了。你还是赶快想办法吧。学智，别再逼温温了，他可以争取到不去英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过那么多证据证明那个高志安他有问题，为什么你妈妈也还是不相信呢 ？Daddy 呀，你不是第一天认识妈咪，只相信自己，不相信别人，就是他性格上的弱点。那为什么他这样轻易的就相信那个高志安？因为高志安太厉害伪装，太狡猾，太阴险了，妈咪根本都不跟他斗了。我有了，什么办法？我想到一个人，也许可以帮得上忙的。谁呀？小强叔叔啊，他是电视台的编剧，写过那么多剧本，他一定有很好的计谋的。那是戏嘛？哎呀，阿妹阿姨，你没听过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吗？快点打电话给小强叔叔。可是这个时候他应该在电视台开会的。你打电话给他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男人追求女人一定是有求必应的吗？好吧，我 SMS 他。学智，喝点果汁吧，你这2天一定是睡得不好。你看你眼睛都是红色。学智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哦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看起来很累，吃了饭早点回去休息。我不累。你怎么会不累呢？你一天到晚都在忙。我啊，每晚回到家一躺下去啊，就不能动了。我要出去一下。你不是要跟温温一块吃饭的吗？我忽然间想到一点事要做。那温温怎么办啊？哦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胃口。温温啊，我看妈咪的事你就别理了，要不然她还会骂你的。Daddy， 我看现在最放不下的不是我，而是你呀。放不下也得放啊，要不然又能够怎么样呢？温温啊，等一下吃饱了之后，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会回来接你的。不了，吃饱了之后你自己回去吧。那这是得事费。薇薇，你要吃什么？阿妹阿姨啊，你先别管吃了，现在有更紧急的事啊。什么紧急事啊？你会不会觉得我 Daddy 有点奇怪啊？他忽然有点深沉啊。深沉？就是当你准备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时，一种内心的反应。给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了。刚才一下子说要回来接你，然后一下子又说怕赶不及要给你得事费。哎呀！阿妹阿姨，你想的是不是跟我一样啊？你爹地是不是要对付那个高志安啊 ？Bingo， 跟我的想法一样啊！哎呀！学智，你来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的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别理了，你回去吧。这大厦不是高志安的公司吗？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？阿妹，你不要问那么多了，你回去吧。不问你也知道你来干什么。你是来对付那个高志安，对吗？学智啊，你不要做傻事啦！幸亏你女儿够聪明，知道你会做出这种事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真的会闯出祸来。我会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负责的。负责什么？等你闯了祸之后，负责会不会太迟了点啊？学智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温温着想啊！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保护到嘉欣。你别幼稚了好不好？你以为你杀了那个高志安，你的前妻会感激你吗？不会的，相反的会恨死你啊，学智！他要恨的话，就让他去恨好了。学智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阿妹啊，我求求你，你回去吧。真的不走？好，我去叫保安人员了。
我不能够让你这样对待嘉熙。该怎么收拾残留的僵持？手心的刺依然清晰地放肆，其实你也只是无心地错了一次，是我放不下心思。